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在开始我们正式的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使用 AI 的一些心得啦。那基本上现在自从 Gemini 3出来之后呢，我的所有的重心都转向很大量的在使用 Gemini 3呐。然后在这过程中呢，昨天呢，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到我把 Gemini 3的这一个 quota 用完了，就是基本上每个 AI 他们都会有一些限制，就是假设你用太多的话，它会 limit 你，可能今天你就只能用到这里，然后如果你要继续使用的话，可能要等明天。所以我剩下的选择就是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模型的选择。所以当我把今天的 quota 用完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变得就智力好像下降了很多，因为突然间很多东西用不到，然后我只能够去找其他的一些模型来使用。可是其他的模型哦，我觉得本质上来讲，当你很相信，现在我很相信 Gemini 嘛，我就会觉得其他的模型给到的那个答案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会不是很想要找其他的模型来使用。这个是我当下的一个状态啦。但是其实当天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情况哦，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就是虽然我是把 quota 用完，但是 quota 用完的前提是因为我当天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我突然间发现到，好像我的那个好奇心的开关突然间打开了，我突然间有很多很多问题可以去问，有很多很多问题可以延伸下去。所以其实在这过程中哦，我觉得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啊，就是我在不断的跟 AI 对话的过程中，我不断的挑战它，然后让它给我一些更多的想法。结果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啊，其实我的感受是，我觉得我的整个学习速度变得很快。我今天这个学习量，或者是今天能够学习到的这个深度，因为就好像有一个 AI 老师在我旁边随时的指导我，去教我，或者是去跟我 brainstorm，或者是跟我一起进行一些思考、一些对话。所以我其实自己在想哦，如果这个东西哦是在没有 AI 的这个时代由我自己来做啦，我可能需要花半年的时间，就是不断的透过摸索、错误去改进。摸索错误改进，或者是终于好不容易约到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大师，最后跟他聊到这个过程，然后最后解决了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哦，最少是半年以上了。也就是讲，我现在一天里面的这个学习的成长幅度哦，可以是可能之前半年都学习不到的一个程度。这个是我自己回溯了，就是当天发生的事情过后，我得到的一些心得。就是这一个东西突然间让我意识到，原来 AI 是能够帮助人提升那个学习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只要你懂得如何去问问题，只要你知道你现在还有什么是想要学习的，只要你对于学习有一股想要探索的这个冲劲，其实 AI 是可以帮助你很多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新的领域，就是对你来讲不是一个比较擅长的领域，当你想要快速的入门某一个新领域的时候，其实有 AI 的帮助真的是能够提升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在我突然间发现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发现到我的焦虑竟然提升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这样子是不是会有很多人其实每天都在使用这样子的东西，很快速的帮助自己，很快速的学习，很快速的提升知识。那我会不会是已经算是学习的非常慢了？我是不是好像已经跟不上其他人的一个速度了？因为现在这个 AI 是非常普及的嘛，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形式去大量的学习，去非常快速的学习。所以这过程中，当我发现到这个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具之后呢，对我来讲，我自己会感到非常非常焦虑。我就会开始想，是不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学习到，或者是这段时间我没有去很努力的用 AI 去学习，我可能就会被别人跑在后头，因为别人突然间能够用 AI 的方式很快的超越我，很多我需要花很多年去累积的一些经验，但是呢，可能在跟 AI 对话的一个下午，我就能够全部的得到这些知识，甚至可能得到更深一层的知识，直接跨过了我本来踩过的那些坑，直接跨过了我本来的这些知识经验。所以这个是我会感到非常非常焦虑的原因啦。所以我就开始陷入这样子的一个焦虑里面，但是我就尝试的去反思，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呐。所以我就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这整个过程，思考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东西，还有我今天到底学到了什么，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会感到这个焦虑。最后呢，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其实知识呢，它是学无止境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讲的话，其实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知识是可以不断的学习的。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说如果你是最有知识的人，那就能够赚到最多的钱，或者是你就能够过到最开心，过到最满足。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放下这个执着，就是其实我只要询问的东西就是我有没有比昨天变得更好，就是我有没有利用 AI 让我比昨天变得更好了，让我学习的更快了，让我有更多的成就感了。至于跟别人去比较，或者是跟别人学习的速度去比较，让 AI 产生这样子的焦虑，我觉得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就没有可能成为第一。就是即使你有可能在某个领域成为第一，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你也很难可以同时间成为第一。所以我就发现到，我其实应该放下对于想要竞争或者是想要比较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重点
还是回到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有没有更开心？我就开始反思，就是其实在这过程中我今天会用 Gemini 用这么多，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到 Gemini 一直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然后当他给我一个答案是让我眼前一亮，或者是 spark 到我的那个灵感的时候，是吗？我就开始能够延伸出来更多的问题去问他，然后在这更多的问题跟更多回答的情况下面呢，我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灵感，所以它就会让我当天的这整个学习的效率也好，学习的成就感也好，都变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享受那个过程，而不是因为发现到这工具之后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虑。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希望对大家在学习 AI 的过程中有所帮助。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我最主要想要聊的就是关于中小企业该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知识库，或者是该如何建立自己的一个资料库，把自己的一些行业经验给留下来。其实我会想要聊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呢，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在 AI 出现之后，就是当 Gemini 3这么强的，能够提供我们这么多的一些赋能之后呢，我就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说只要有我加 AI，我就能够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身为一个 digital marketing agency，也就是我们在帮助客户做一些 agency 的一些工作，就是比如说在 digital marketing 的这个服务上面，我们能够服务到他，我们能够服务到我们的客户，我们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客户价值。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现在呢，其实客户只需要自己加上 AI，加上一些基础的知识，他就能够用 AI 来帮助他获得这些 digital marketing 的一些做法，获得这些 digital marketing 的一些知识。那他是不是就不需要一个中间的一个 agency 去帮他操作他的一些生意，帮他去维护他在 brand 的一些 marketing 的部分？这个是我会不断思考的东西。在这个 AI 的时代下面，当全世界的人现在获得的那个知识都能够到达同样的水平之后呢，那到底 agency 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今天这一个老板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他自己就能够整理出来所有的这些知识和经验，那其实是不需要 agency 去帮他做事情的。那到底那个价值还剩下什么？所以在这过程中，我就发现到有一件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就是关于你自己行业的一些独特经验。我就发现到有一些经验其实是很难在互联网上面被找到的，那就是它必须是透过你不断的去可能做的过程中，不断的服务客户的过程中，你得到的一些 insight，得到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心得跟知识。这个东西其实只要网络上没有什么人分享的话它其实是很难被互联网所知道，那它就很难被 AI 给学习到，所以 AI 就很难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总结。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必须先把这些知识给储存起来，我必须先把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必须在我的公司全部都给储存起来。当只有我储存起来之后呢，我的这个小小的这个 SME 或者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呢，才有可能保留自己一个没有被 AI 给侵蚀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有自己的独特的行业经验，那配上所有人都共同拥有的一些我叫做 general knowledge， 就是普遍的一些知识。当我把这两者结合之后呢，我才有可能让 AI 给出一个更加新颖或者是更加创新的做法，我才有可能提供客户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更加有洞见的一些见解。这个是我目前为止的一些想法。所以就回过头来，我现在需要做的东西就是我需要去建立我的公司的一个资料库。但是在这个 AI 年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跟 AI 去深度绑定，能够让 AI 来帮助我这个资料库去整理资讯，去给出一些答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助手。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条件是，如果我今天只是把所有的资料都统一放在一个地方，或者是我强迫我全部公司的人把他们手上的 SOP、对于行业的经验、对于客户的一些资料全部都储存起来，但是呢，如果它没有 AI 的帮助之下呢，会因为有太多的资料而导致我们很难去 access 它，或者是我们很难用更快的方法去真正的提炼出来到底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或者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很宝贵的资料库里面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些 insight， 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做决策的一些能力。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 Noble MM 最近一系列的这个更新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就是其实 Noble MM 我之前也有分享过，它就是在学习方面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嘛。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当他做出了最近的这几个更新之后呢，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他已经符合了，就是所有一个 SME 需要去制作一个自己的一个资料库，或者是你个人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资料库的整个体系呢。我觉得目前为止它有的这些功能已经非常非常的完善了，而且你可以想象它未来还可能在更新变得更好。所以这个就是我决定把我手上的一些资料库跟我对于公司想象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方式呢，都建立在 Noble LM 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到底 Noble LM 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工具？还有它最近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
首先呢，一个关于 Notebook LM 最简单的介绍，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它是一个让你学习的一个笔记本嘛。那它现在其实已经超越了笔记本，变成一个资料库。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Notebook LM 就是能够帮助你学习到更多东西，帮助你的团队学习的更快，帮助你的团队执行效率变得更快的一个工具。那它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资讯、所有的 notebook、所有的书本、所有的知识库、所有对于知识的一些见解，你就全部的放进来。然后呢，它就能够提炼出来一些适合你去，比如说 presentation 的一些 deck，或者是你想要去学习并且深入研究的一些 video 或者是 podcast，或者是比如说你想要让它制作出来一个 infographic，让别人能够一看就懂，或者是你想要提炼出来，就是从这么大量的资讯里面提炼出来一些总结、一些心得、一些 insight。那这个时候呢，Notebook LM 就会非常非常的适合。那基本上就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输入，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输出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只是决定了到底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好的。首先呢，如果你的输入不够好的话呢，那你最后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呢，这个 Notebook LM 其实它最新的一个功能呢，就是它现在是能够输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文件类型，不管你是 PDF，不管你是声音的档案，不管你是 Google Docs，不管你是 Google Drive，甚至是 YouTube Video，因为这些都是跟谷歌结合的一些产品呢，都能够直接被 Notebook LM 给读取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值。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很多资讯已经放在 Google Drive 里面，客户的资料已经全部放在 Google Drive 里面，或者是你最近看到一系列的 YouTube 影片，你觉得非常的精彩，你想要把它提炼出来最干货的部分，这些东西你都全部可以放进这个知识库里面。所以如果今天你长期的有在做一些你比如说培训团队的一些影片，你把它全部的放到 YouTube 去，这个时候呢，你的 Notebook LM 就可以全部读到这些东西，全部锁进一个笔记本里面。那这个笔记本呢，我会建议呢，它是根据不同的主题去排放的，就是尽量在一个主题里面就维持在一个 Notebook 里面，不同的主题我们就去到不同的 folder、不同的 Notebook 里面，你不要把它掺杂在一起，这样子你就能够确保每一个主题全部都在同一个 Notebook 里面。那在这个里面呢，AI 就能够很清楚的读到所有的资讯，去给你一些提炼。这个东西最主要解决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它能够提炼出来一些，比如说你有一个1万页的一个 PDF，你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你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文字，如果你要自己去看、自己去学、自己去了解，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呢，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Notebook LM 之后呢，我就能够用跟 AI 对话的方式，去让他比如帮我说，诶，我想要学习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你帮我精简成3分钟里面就能够理解的一个影片。所以它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去帮助你学习的更快，帮助你从很海量的数据里面提炼出来最精华的部分，帮助你获得知识，帮助你学到一个本来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看的一个书本，或者是很大量的知识库，本来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但是现在可能只是在短短几个问答里面就能够获得这些知识。那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会一直有的一个疑问，就是那到底 Notebook LM 跟 Google Gemini 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我今天一样是可以把我的这些 PDF 啊、文件啊、YouTube 影片啊，我都可以放到 Gemini 里面去问他嘛。那为什么我还需要使用 Notebook LM 呢？它们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首先呢，最主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在于你的资讯的正确性、资讯的来源、资讯的可靠性这个部分呢，是最适合用 Notebook LM 来做的。因为从 Notebook LM 的角度来说呢，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不会自己去过度的幻想，或者是它不会自己过度的自信，或者是自作聪明，去给你一些你没有提供他的一些资讯，他去用他自己本来的一些 knowledge 去回答你，或者是他去上网找一些其他的资料来回答你，不会，他全部都会根据着你给他什么样的一些资讯，比如说我就只给他我的公司的一些 HR 的 policy， 或者是我就让他去搜索网络上面的政府关于 HR 的一些 policy， 我把这些 policy 放进了这一个 notebook 之后呢，他接下来就只会根据这一个资讯去给我答案。他今天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话，他就回答他不知道。那他知道的话呢，他的每一个回答一定都会有标注着我的这个答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基本上这个东西解决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可以想象他的资料给的绝对是正确的。那这个资料绝对是正确的情况下面呢，就会有延伸几个好处。首先，第一个好处是在于商业用途，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些医疗产业啊、律师产业，甚至是我们一些 SME 在服务客户的地方呢，我就能够确保 AI 讲的这个东西是绝对正确，或者是只是从我给他的一些资讯去得到的一些想法和跟答案，它不会是比如说我的客户从来没有做这个服务，他自己突然间冒出来，他其实可以做这个服务，或者是他会从一些无中生有的地方去给出一些很灵感的一些想法，他都不会，他全部都是很明确的从，诶，这个是报告的第几面，或者是这个是你客户资料里面你写到这个部分，所以我延伸出来，我给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答案。
所以这个就是能够确保你的答案的知识的专业程度。所以回到刚刚我们说到，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cleaning 的一个客服，或者是你是一个律师的一个 online 的小助手，那这个时候呢，Noble LM 的这个功力呢，肯定是更加重要的，因为你的目标是要回答对的东西，而不是胡乱的乱回答。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确保你的回答都是有经过你的资料库的一个总结得出来的一个答案，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回复给你的顾客也好，回复给你的内部团队也好，这个东西就是最关键，应该要使用 Noble LM 而不使用 Google Gemini 的一个重点。所以从我自己的使用经验中我会觉得是，当你比如说想要找一些很具体、很深入的一些资讯的时候呢，其实 Gemini 是找不到的。就是 Gemini 它因为是要做很大量的网络搜索，所以它有时候不会搜索的那么的仔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你有一些很精准的一些行业报告，或者是比如说，你就知道，比如说像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最近在使用 AutoCAD，因为最近大家都要去 implement e-invoice 了嘛，所以我就在让我的团队去学习怎么样用 AutoCAD 去做到 e-invoice 这个东西。所以我的做法呢，就是我会去到 AutoCAD 的网站，然后去找到一些他们的一些教大家的一些 PDF， 教大家的一些 YouTube video， 然后我就把这些 PDF 全部放到 Noble LM 里面。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回答，我的团队所有的学习，所有的疑问，或者是我们就是不懂怎样开始，我就直接问这个 AI 嘛。但是呢，他就不会胡乱的去网络上面找一些资讯去回答我，他的全部东西都会根据这个现在我有的这个 PDF 去回答我。而且这些 PDF 呢，很多时候是 Gemini 找不到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大的重点。如果今天 Gemini 找不到这些东西的话呢，那给出来是永远给不到这么深入或者是这么准确的答案的。所以就变成是我每次在问 Gemini 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开始产生疑惑，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正确的？我会对这个东西有很大的一个怀疑态度。但是呢，在 Noble LM 里面我是绝对放心，因为如果他不懂，他就直接告诉我，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没有出现在你的资料里面。那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可能是我需要去问客服，或者是我需要去用别的方式去找到这个答案。再来是关于 Noble LM 到底最后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就是除了它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之外呢，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最近的这一系列的更新，它现在呢已经是能够去生成影片、生成 slideshow、生成 podcast，就是各种你想要的一些学习模式。比如说，我今天就想要驾车的时候学习，那我就可以把这些很无聊的这些行业报告全部丢进去 Noble LM， 让它去生成一个 podcast， 那我在驾驶的时候可以持续去听，甚至我能够直接跟它去用对话的方式去学习到这个东西，甚至是我能够变成 video 的方式，让我团队可能看了一个5分钟的影片，就能够完整的了解最基础的一些知识，甚至是我能够变成一个 presentation 的一个 slideshow， 然后让我能够向我的团队去 present 最新的一些洞察跟最新的一些见解。那 Noble LM 没有做的那么好的东西是什么？当然就是对于创意的部分了，因为它的所有的回答都必须是有理有据的嘛。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比较创意的发想，比如说我就是想要从我这边有的一些资讯呢，去延伸，去发想很多，比如说我需要它提炼出来，所有的这些客户做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突然间发现到，可能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解，然后那我现在想要用这个见解去散发出来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文章，让我能够用很简单易懂或者是很有趣的形式呢，去向我的读者去分享我这样子的一篇文章。那这个时候 Noble LM 就会非常的差劲，它很好的能够把你提炼出来这些见解，但是它写出来的这些创意性的文字呢，创意性的文章呢，就会非常的弱。所以这个是 Noble LM 一些先天的一些局限。但是呢，它最近的一个 update 就直接颠覆了这一点。现在呢，你可以直接在 Gemini 里面直接使用你 Noble LM 的笔记本。也就是讲，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帮助我的每一个客户都建立了一个 notebook 的一个资料，我就把我这个客户他的行业资讯，或者是我们服务他的一些过程，或者是他们可能中间策略的调整，或者是他每个月的一些广告成绩呢，我全部都放在一个 notebook 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想要做创意发想的时候呢，我现在可以直接打开 Gemini， 然后让他去用 Noble LM 里面的这一个 A 客户的这个笔记本呢，直接把这个 A 客户的所有资讯都调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开始用 Gemini 的这些最有创意的方式呢，去帮我变成一些很天马行空的一些文章。这个时候呢，以前做不到的东西都能够在 Gemini 直接做到，所以就变成是你突然间结合了两边最强的东西，就是今天我需要追求我是资讯正确，我所有的行业经验都能够被保留下来，被提炼成一些 insight 或者是我的一些见解。那这个时候呢，我也需要有另外一个 AI 去把创意的部分根据我的这些见解变成一些更加丰富，或者是去延伸更多的一些可能性。这个时候我就能够同时间做到这两个东西，所以就可以发现到，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谷歌真的是今年真的是马不停蹄，它不断的更新他们手上的一些工具，
不断的导入更加多的 AI，不断的让更多的谷歌之间的这些生态的这些工具不断的整合在一起，所以呢，它的那个功能就变成1+1会大于2。以前诺布尔就是一个很强的工具，以前 Gemini 就是一个很强的工具，它把这两个结合之后呢，就让我直接看到了一个从所未有的一个新的使用方式，也直接符合了我之前在想象的，就是假设我今天需要一个资料库，把我的客户的资讯全部存下来，像我刚才提到的嘛，我们现在能够提炼出来一些见解，我能够让我的新的员工很快的接手这个案子，因为旧的员工只要把他的资讯全部 key in 进去之后呢，新的员工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很快速的了解这个客户在乎什么，这客户之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如果是不够的一些行业知识，他可能需要借由 Gemini 去帮他 brainstorm 一些更加可能多的一些 marketing 的策略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行业更加多的一些其他的方向的一些想象力也好，这个时候他两边能力就有了，我就会觉得他已经到达了一个不管是新人能够快速 on board 也好，或者是我就能够让同一个人呢同时间负责很多个 project， 因为他可能在以前做的过程中呢，比如说当他负责的 project 超过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他可能会忘记掉对于之前某一个客户的一些资讯嘛。但是我现在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 Notebook 里面，他不需要去硬背，他不需要自己去记得关于客户的资料，每一次想要做这个客户的资讯的时候，才让 AI 调出来一些正确的资讯，同时间再让 Gemini 去跟他一起去 brainstorm 一些更多新的可能性，所以就直接大幅度的加快了他做事情的这个效率。这个就是我想象中一个最基础的一个 SME 可以用到的一个资料库，能够帮助你的公司提升你公司的一些效率，同时间能够让新人能够非常快的上手一些非常复杂的 project 或者是非常深的一些行业知识，并且开始去服务客户。他在服务客户的时候也会比较有自信，因为他知道背后有一个资料库是在 support 他的。当他有任何不会有问题的时候，他都有一些 AI 能够辅助他去回答客户也好，去满足客户的一些需求也好，去帮助客户解决客户真正的问题。再来最后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了之后呢，所有的资讯现在都留在公司里面，所以你再也不会因为老员工离开的关系呢，把你的行业知识、把你的行业经验、把你的一些公司的一些资产全部给带走。现在所有东西都停留在自己的公司里面。然后呢，我用了一个最佳不付费的方式，也就是 Notebook LM， 我1个月只需要订阅 Gemini， 我就同时间获得了 Gemini 跟 Notebook LM。这个是我目前为止看到能够用一个最少的一个 cost 就能够建立一个公司的资料库，同时间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之前所有的这些疑虑，最后呢能够让你的公司运营起来更加有效率，同时间在 AI 这个时代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竞争力，同时间让你的行业经验、行业知识能够真正累积，变成一个独特的一个资产。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个 solution， 就是如何使用 Notebook LM 去建立公司的知识库。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